1.66万朋友，大家晚上好，咱们又见面了。在开播节目之前，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南非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没有？就这么个事情。好，然后我来做一个背景。2月份就是今年的2月份，我的同僚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他呢受委托，然后到达了这个南非以及非洲偏南部的一些地区做这个气候、土壤还有温度等等这些东西的数据。因为我们研究所是吃这碗饭的嘛，去之前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委托工作。我说你去呢，帮我做其他一些事情，我们共同来做一篇论文。我约一个人口学家一起来做，他就知道我想干嘛，所以我们就唱反调。其实我们研究所大多数人都是民主党的人，而且都是比较极左的那种，左得很恼火的那种。为什么要去调查南非的那一些方面的事情呢？他们都觉得不学一堂，他们觉得我那个是杞人忧天那种感觉。其实我当时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用再多的语言让他在美国这个地方去找美国的问题，那他就去找，而不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但是到达南非的话，那就不一样，那不需要你去找，就是满目疮痍，对吧？满地都是各种问题摆在那儿的，类似于当年的南非满地摆的是黄金是一样的。我跟他真是没用的，所以呢，我告诉他你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共同来做这个论文，要不然的话哪一天我自己摸出去，那这个论文就我自己在审。也说到这些东西，我们搞学术的人都喜欢，有这么一件事情算是好事啊，虽然反对，那不能把论文的位置给让出来呀，所以他就答应了。原本按照他的工作方向，到达那一边之后，基本上都是在那些山上、海边、农村。那么我委托了他做这件事情，他就得到街上、城市以及那些官员、经纪人、经济学家、交易所这些去打交道呀。我本来委托他调研的数据呢1000份，结果他回答我2300份，晴天告诉我的，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想。同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事情，他说他回来之后转投共和党，支持川普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管用，实际效果远远比说的效果更好。就是你觉得那个地方川普说不能让美国变成南非，那么多人在那儿唱反调，那么你自己跑到南非去一趟，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不能成为南非。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那又必然成为南非。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开篇。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南非的关系哈。首先说南非是怎么倒下的。它本来起来是1994年正式向世界公告，他们是另外一种形式脱离了英国政府的民主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可问题是1994年走出来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多久嘛，对吧？怎么就垮成了那样的一个国家呢？并且从原来的世界前10强国家咣当一声就跌入了70，就是过半了嘛，世界好的国家当中过半以下的国家去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南非离他们要想爬上来的可能性不大了。那出现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1995年中国开始跟南非做对接然后1997年就扶持了原来倒下去的一个党派，叫苏联共产党，在南非设立的南非共产党，他们就把这个倒闭了、关闭了的一个共产党组织给扶持起来。1998年，中国正式跟南非建交，建交的第2年就把这个南非的资本就开始慢慢的通过共产党的方式融入其中。所以南非有一个最大的银行叫标准银行，开始去美国化、接中国化。那中国最大的投资方是谁呢？中国工商银行。那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南非标准银行最大的股东，这就意味着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原来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提到过，腾讯，也就是现在我们使用微信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腾讯最大的投资方就是南非标准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的最大股东是中国工商银行。请问中国工商银行是谁的？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么好，你告诉我腾讯是民营企业呢，还是共产党企业呢？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哈。这只是一个案例。南非最大的银行的股东是中国工商银行，你就可想其他银行、其他金融交易所、其他的那些我们称之为各种各样的与金融相关的地盘是谁在渗透？那肯定是共产党的渗透了嘛那么这一点我告诉大家之后，在南非走着的，也就是到了2007、2008这2年开始正式经济服从于中国，不是好短的咯，还不是习近平的时代哟。我说共产党基因转变很快，你们不相信，他们要拿南非做试验，怎么把资本主义国家给搞到手，怎么把资本主义国家搞死。你说其他那些东南亚那些小国
对吧？他们其实本身都没把资本和社会两个搞清楚，所以对于共产党来说信手拈来。但是要彻底的从英国这种殖民模式下走出来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它搞死，搞出成绩，搞出共产党成绩哈，那么你总得要找一个像样的吧？你找一个更烂的呢不好说，你找一个更大的呢，它管不下来，很容易出问题。就拿南非做试验，所以2007、2008这2年，把南非的经济基本上就打透了。里边所有控制南非经济的80%左右都姓共。到了2009年，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的身份在世界上的身份类似于梵蒂冈的这个教宗，他的身份差不多一样的，走到哪都要受接待，除了共产党指导和控制的地方不受接待以外，任何一个地方人家都是要接待的。可问题是南非2009年就拒绝了达赖喇嘛也我今天这档节目呢，有些数据或有些信息是我们委托我们的同事他从那边拿过来的，因为我本人并不代表我是全能的，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他告诉了我才知道，所以我才来做今天的这个节目。南非的这边的经济一旦受了控制之后，达赖喇嘛访问南非就不行了。过去的话曼德拉都接待过这个达赖喇嘛的，那为什么2009年就干不成了呢？就是怕中国不高兴。所以这件事情当时美国的以及包括联合国里边都谴责过南非的嘛，但是南非听了吗？没有嘛。就连后来的达赖喇嘛准备到南非去过生日庆祝大会都搞不成的，原因在哪里？这叫政治正确呀，叫共产党政治正确因为他已经控制了一部分能量了。到了2010年，又一件事情震惊全球了，啥？金砖四国。中国共产党把南非纳入了金砖四国这个范畴。你说你好不好把朝鲜，对吧？你再好不好，你把这个巴基斯坦这些纳入金砖四国不是更好吗？嘿嘿，你看共产党的基因转变好快，我把你纳入金砖四国，你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吧？我给你拉入进来，谁都知道他在做示范，但就有那么一帮人看不懂的把南非纳入了金砖四国，它的主要核心功能是干嘛？就是排挤美国，排挤英国嘛。所以2010年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到了2012年就出了一个大问题。啥大问题？我告诉大家，站队的问题了。整个南非这边出的主要的权力空间就出现了共产党控制的经济体系的这个空间他们直接就开始控死了。另外一个呢叫英联邦的政体空间，是政体空间，不是政体人物空间，而这里面的人物基本上也被共产党给控住了的还有一个呢叫黑人主义，就是曼德拉的基金会主导下的很多那种组呢就比较多，各种形式的组织，就是在职能部门工作的这一波比如说交通部门啦什么警察部门啦，这些职能部门工作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呢是构成每一个国家政治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个重要体系，叫人口体量比较大，但是权力并不大，属于职能部门。而很多人如果不懂职能部门，那么我告诉大家，比如说工商局税务局这都是职能部门，这样大家就可能明白职能部门和职权部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职权部门呢是制定和管理那么职能部门呢是执行和操作这个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补充一下。所以职能部门呢大多数在曼德拉体系，政府的机构构成呢主要是英联邦体系，金融经济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共产党，也就是中国这个体系，就形成了三股力量。所以在这件事情就是在2015年就开始产生了巨大的裂痕，站队的问题。我们选站英国这一边，还是选站美国这一边，还是选站中国那一边？而唯独这里边的这个3个内容当中，只有美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因为当初中国挤进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慢慢的把美国给淘汰掉了。现在美国的能量在南非只有很小很小的能量了但是英联邦这个东西，毕竟南非它毕竟跟英国的关系那么好，后来它还加入了英联邦嘛，英国呢也没有把它抛弃掉，还是接纳它进去了。而进去之后又不像英联邦的成员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重大的站队的问题。最后在国会的辩论会上就闹了几场的辩论，最后选择的是站中国，人家是公开的，不是我在这儿吹牛，是公开选择站中国不站英国的这种。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呢？你说除了中国有钱之外，控制经济之外，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控制得下来他毕竟还是个基督教国家，对吧？还是基督教新教的信仰国家，他对英国扶持那么多年是咋回事站起的？为什么要站中国这一边？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清楚的。
现在南非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外宣传媒这个洗脑，你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说主渠道信息流，这些全是共产党控制起的。朋友们，这个信息就是我的同事给我提供的了。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国家电视台以及到下边的一些很小的这些传播渠道，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那第一步控制经济，第二步控制洗脑。他说他到了那个地方，他现在都一般到大街上不敢说他是美国人嘞，如果说美国人的话，很有可能他吃枪子都有可能，就是被洗脑洗得来恨美国人。只要川普这边对这个黑人有半点不利，其实最早跳起来就是南非那边，马上就要去到那个美国的驻南非领事馆或大使馆去闹架、去干事、去扔石头、甩火炮，甚至轰炸弹都要干的，就到这个程度。那这些气氛是怎么煽动出来呢？就是传媒，而传媒是谁在管理呢？中国共产党在管理。这一下你们明白这渗透是啥内容了吧？哈，那这里边到底共产党是怎么去的呢？就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原来的那个共产党垮掉了，他们扶持起来之后，又不好用那个南非共产党这个名声去参与政治博弈嘛，那怎么办呢？就换一个马甲。这是我过去经常爱说的，共产党聪明、精明、好学习就在这儿。他们知道他们招牌很臭的，他们只有在他们中国的那一块版图里边觉得是伟大、光荣、正确，其实在全世界都已经臭名昭著了。这点共产党人家是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在全球很多国家里边呢，你别看他挂的是其他什么什么党，比如说在台湾挂的就是国民党，其实人家就是共产党了，他就是台湾共产党，只不过他扶植的方式，他告诉对方你们不要用共产党。南非就是最现实的例子。这个共产党换了一个啥马甲，说出来都是一个笑话，这是我朋友给我提供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结果他在那边做调查的时候才调研出来，笑死人了。南非共产党接受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扶持和帮助，去找了2个根本就不成形的，一个叫南非工人联盟什么会还有一个是南非的什么组织，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小组织一样的。但是呢，换起来的名字在全世界是第一奇葩的名字。参加政府的执政的参选和挤进去，叫三藩联盟，说出来都是很笑话的。不管你是英语也好，翻译成汉语也好，就是这个意思，叫三藩联盟。也就是说，3个组织合成一块的招牌，然后去干这么个事。结果从1994年到今天为止，三藩联盟就完全的把南非的国会一直控制到现在为止。里边有半数以上的人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这个三藩联盟里面的南非共产党。这一下你们知道啥叫渗透了吧？那么好，他们把国会控制了，为什么不去搞总统选举啊？这也是共产党的聪明之处。我们用不着去站琴台，就我们不用去培养一个川普这样的总统出来，我们把国会给他控制完了就够了嘛。这就是他们聪明之举嘛。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大的符号，那里边不管你哪一个国家的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国会这里面堆的都是很多人，你知道谁是谁呢？你不知道呀。但总统不一样呀，那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就好办了。那要查起来或要追查起来就很容易。你说共产党聪不聪明？他当然就聪明了。你看他把三藩联盟论一个不痒不痛的东西，这三藩联盟当中，唯独只有它是一种党派组织模式，其他2个都是一种协会模式，成员组织起来，人家好起来之后说出来好听，但里面其实哪个都知道他们是啥。那这个时候国会被彻底的控制，南非从2014年到今天为止，从原来的 GDP 收入极高的一个国家，在整个非洲地区是数1数2的一个国家，直接现在就是垮翻，跟武汉肺炎都没有任何半毛钱关系，直接垮的，当的就往下垮，是吧？每天宣传洗脑，本来南非的人不管早也好还是晚也好他们对那个种族隔离呢，自从曼德拉上台，问题都慢慢的就解决了，也就化解了。但是共产党控制了传媒之后，就是三听不离种族仇恨，三听不离种族隔离，不停的去宣传这个东西。本来黑人朋友比较懒的占多数，你说里面有没有好的？有好的，但是比较懒的人占多数。那么宣传仇恨呢，往往在这种人的身上是最容易宣传起来的。包括美国的今天也是一样的，你的日子过得不好，不是你的问题，是川普总统的问题，是共和党的问题是那些有钱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样宣传仇恨是最容易让所有的一些懒人或日子过得不好的人，容易接受仇恨的人上瘾的。
那就是另外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精神鸦片就稀释进去了。那原来是这样的哈，那我的穷就不是我的问题啊！你看这个传媒完全是摸着我的心坎说话的，它会导致这样，这就不停的一年又一年的把这个南非人的，尤其是黑人朋友的这个心理内心深处的这个东西就不停的拔，越拔越高，越拔越高，最后就要吐出来覆盖，所以导致了在2016年的那种排挤白人的那个事件很大嘛，实际上老早就有的了，但是呢，每一年2016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2016年之前就陆陆续续的在各个省区，也就是南非的各个省区，就有很多人，要么就离开南非啊，要么就是从约翰内斯堡，然后转到这个开普敦，就是西开普敦，西开普敦里边有一个开普敦市，就搬到那些地方。也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朋友他调研数据说的，如果说南非还有救的话，就要看西开普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停留下来的很多人还是属于比如说黑人当中的认识到问题的这批黑人，不愿意跟那些打砸抢的这些黑人一起过日子，那他们就转到西开普敦那个地方去生活。那西开普敦原来的白人的比例是51.4%，那么现在呢已经下降到了36.6%。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下降呢？是因为黑人去把他们摊薄了的，并不是说他们就移走了，其他省区的人才移走了的。那西开普敦呢，还在执行着原来老英国遗留下来的那种政治遗产，让那个地方基本上还是稍微安宁一点，安定一些。起码他们的酒庄也好，葡萄庄园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庄园，都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走。那么那些向善、良善的善啊，那些黑人他们就不愿意在他们原有生活的地方生活，因为饱一顿饿一顿，晚上睡觉不知道是哪一拨人又把他们的东西给抢了，入室抢劫。现在南非是排名极高的，30%几的比例，也就是说100家人有30多家人都会遭到抢劫。那他们只能往西开普敦搬啊，搬到那个地方去，至少安宁稳定，然后工作上白人愿意用他们，待他们也很好。他们现在移到西开普敦的这一批人才会畅想或回想当年英国管理他们的时候搞的所谓种族隔离，其实都比现在那些打砸抢乱的一塌糊涂的地方好得多至少他们的孩子可以受到教育至少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至少他们的安全系数是极高的。所谓种族隔离这个话说出来是很难听的，但实际操作当中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跟关猪一样的关在那儿，不是那个回事儿，它还是分散开来的，只不过就是管理的是一拨人，然后劳动力的是一拨人。那现在好了，管理的人也没了，对吧？劳动的人也没了，大家都上街打砸抢去了。这就是南非现在的大部分地区的直接表现形式。那么2016年这件事情就弄来，就彻底的把整个南非隔开了，就是西开普敦和其他地方就隔离开来，一些打砸抢的人呢进不了西开普敦我这个朋友他尽可能的只要往返那些地方，尽可能的就在西开普敦定居，就是住那个宾馆嘛。然后他采访了、收集材料这些，他是每一个地区他都做了标号的，哪一个地方，基本上把南非都走完了这件事情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那么他采访的这些街头上的这些人，就平民老百姓和一些议员和一些职能部门的这些人的时候，问他们：你们现在对于中国和美国中美两国不是代表全世界，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社会，你们更相信哪个国家呢？他得到的数据非常惊人，93%的人认同中国，不认同美国。也就是说，在整个南非发起一次抵抗美国运动，那是分分钟的事情。但要发起一次抵抗中国运动，那就是难于登天，就是那些老百姓都听不进去，怎么可能抵抗中国？那么中国到底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后手呢？我朋友把这个问题给调研出来了，他就是南非的这些人，现在每一年就大量的派了很多人到中国去留学，然后通过这些人，不管在网络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大量的传递中国的这种模式。这个很纠结的，就是让很多人听起来都很纠结，但是过程它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它第一，欣欣向荣的这个模式让整个南非的这些人很向往，你美国那边好不到哪里，你还没有中国的这些高楼大厦那么富丽堂皇，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强权。南非由于它的这个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他们的这个大学本科以上的这个教育程度不高，然后达到了这个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呢，
差不多1/3是接受中国的教育，也就是整个在南非那边的教育市场里边的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合作的这些大学占的江山是非常大的。同时这些学校里边的学生又引入到了中国来留学，那他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乱成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怪共产党搞成这样的，他也不去考虑为什么走到了今天，他反而觉得就是那些善良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啊，那么多打砸抢的，真的需要一个独裁政府来管一下，那中国这种政府就好，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3下2下就把你那些打砸抢的人给你抓了，给你关了，对吧？该判刑的判刑了，我看你们还能不能打。你看看，就是善良的人、向往正直的人，也寄希望于共产党这样的人、这样的党派去管理的。他们不问为什么。那么我们的朋友他调研的数据呢，就问的一些问卷里边就也做了一些专门系统的东西来问。假如说南非这个地方完全独立那天开始选总统，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资本率先跨出第一步进去，按照南非人本来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出现今天的这个结果？这个就是五开。那有一批白人还遗留在南非的人说不可能啊，因为再怎么他们是新教，就是基督教新教培养的一个国家，70%几接近到80%的比例的人是信基督教的人，而且他们祖祖辈辈呢是按照了英国农场模式成长起来的这一帮子人，那他们更愿意接受英国的这种培植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劳动方式，也就是说在有福利的情况下，更多的鼓励你的就业和劳动，用劳动力换取你的有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国家会越走越强大，因为整个南非它的资源是非常饱满和丰富的，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矿业，其他一些资源都是非常饱满的。那么他为什么又有那么一波人又支持呢？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呢？就是认为共产党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啊。如果说共产党不去，南非也会走到今天，他们是这样来理解的。那是啥原因呢？就是说持这个观点的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黑人本人的这种懒惰行为可以导致，就是说整个非洲地区有很多国家都是很落后、很贫穷、很懒，没有啥收益。他说这些跟共产党没啥关系，对吧？虽然叫非洲兄弟，但是并不像中国共产党花那么多资本在南非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状况下，其他国家也是过得很穷，甚至啥都不是，那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不大，是这样来理解的。那么我现在要讨论的是啥呢？就是说我这个朋友他的这个说辞站得住脚不？他抽调的数据大约就是5开，基本上就是与共产党没啥关系的占了47点几啊，有关系的占了50几。那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理解的就是正好南非有没有你共产党，它都应该是好的一个国家，因为有了你共产党到那边去搜刮环境、控制资源，对吧？等等各种一切的渗透，那导致的结果，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赖到黑人的头上去，赖到懒的头上去。而这个南非这个国家，它不管在哪个时代，他们这个国家的黑人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懒的，是被吹懒了的，就是我们说宣扬一种仇恨而倒逼着懒的。现在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渗透模式，然后再通过洗脑的方式让那么多人到达中国去留学。现在国会里边，就南非的国会里边，1/4左右的人是留学中国回去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吓人。那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大家未来再走和现在再看，中国在南非这边的在建工程是最多的中国在那边的已建已完工程也是最多的，中国在那边控制的各种资源也是最多的。那么为什么他要那样去做，让那些人在那儿乱套？那就要想一个办法，你们要不要吃东西呢？就是我经常爱举的例子，我抢夺你100个亿，我只拿1个亿来养活你们就够了嘛。至于打呀杀呀这些，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资产钱财我收刮光了嘛，那我返给你1个亿，你还觉得要感谢我？这就是人类经常进入闭环的脑袋闭环，脑洞就被封死了的原因就在这儿。我也做过其他节目，就是说比如说四川，比如说东北3省，中国共产党在这几个地方收刮了100亿，拿10亿来返给你，然后这些人就很感谢共产党了。其实这些人不知道这100亿其实本来就是我们的，共产党收刮100亿给了你10亿，他拿走了90亿，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好得很，这就是共产党渗透最厉害的地方。
他用这种方式让你很多人觉得对啊。你想想，有很多资源，你那边整个南非的人口，你一年吃了要多少钱嘛？但是从那儿刨出来的资源的那个资产，那南非人吃个10年没啥问题吧？刨1年，南非人吃10年。但是现在的南非人就大多数就进入了中国人的那种思维观念，只要一煽动，我告诉大家，按照我那个朋友调研出来的东西，除了中国反美的声音高以外，排在第2的就是南非了。只要提到美国啊，那中国当然就不用说了，那是反美老大，那反美老2就是南非。喂，这么好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居然是反美老2，我说出来我都不相信。我之前应该不是吧？应该是中东的盟系国家啊，应该是俄罗斯呀啊，甚至是南美洲的，比如说古巴呀这些。结果我真的错了。古巴那些地方，第一人口本身少，第二他的那些反美的口号是假的。好多人其实很向往美国，类似于中国现在的有相当的一波人，反美是口号，到美是生活。那南非不一样，它是真实的反美国的。川普说黑人怎么着的了，那南非那边比这边的人还会第一时间跑上街去呢，啊，去抗议美国，去骚扰美国的驻南非的一些机构，到这个程度。那么我们就说，共产党搞的这些台子，确确实实有他们的一手，因为他会把很多人的脑袋都会给你扰糊涂，对吧？你们过得不好，关我共产党啥事儿啊？那是关美国的事情啊，是吧？他们干出来的事情。他就通过这种洗脑，不停的洗脑，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好，跟你们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是那些白人资本家的问题啊，跟我们共产党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拿了钱来养活你们，你们在街上打砸抢，打一天时间我们给你多少钱，你知道吗？他会算这种账，所以这些人就干出了全世界、全人类很离谱的一种战斗法则，搞垮一个国家，并不一定非得要靠热战战争，甚至不需要军武战争。就用这种方式，这个东西很厉害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拿南非做试验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成功它可以复制到其他，如果他找不着在大国的这种门下来施令，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拿南非来做试验，英国都会头疼，我辛辛苦苦陪着了这么多年，荷兰也会头疼，我辛辛苦苦陪着了这么多年，拿给你们5到6年左右时间就把它搞下去了，就把它搞得不成人样，并且大多数人都崇拜中国，以来到中国去留学也好，做生意也好为荣为光荣。那么基督教国家的人，他跟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就有不同。共产党能征服基督教，他从心理优势上比征服伊斯兰教更有心理优势一些。不管你其他那些什么美国、英国还是欧洲的其他国家，你们不都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吗？你看看我能征服的是吧？以至于有了这样一些东西的同时，就对美国不停的下手，方法手法给那个南非差不多。第一，经济入侵，对吧？第二，传媒入侵，对吧？第三，政府要员或国会要员慢慢的入侵，一步一步的进来，啊，然后最后就开始煽动动乱。你们肯定很多人说，那你要有证据啊，你要拿证据啊，我们的证据的，不要向我要证据。我们的证据就是那些大的报纸呀、传媒呀、或白宫呀、或 FBI 公布出来的。你要证据，你跟他们要，是吧？我没有证据，我没有任何义务给你们拿证据的。那么南非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明面化了的嘛，还用得着烧吗？啊，公开的了，他已经踩平了那个地方了。他要的就是你们乱，把那些资本商乱的来，你们自己离开吧，剩下来他去把它拿下。据我朋友说，在约翰内兹堡那个地方，很多高楼大厦都是人去楼空了的。那如果我的订阅朋友，你们有人还在约翰内兹堡或在南非，你们可以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是不是我朋友说的那样啊？南非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也是一个整个非洲的最伟大的国家，数一数二的老大哥。看非洲的风向就要看南非。那么南非都如果倒下了的话，你们说非洲是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整个非洲都变成共产党的一个州了？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他换过马甲嘛，啊，那个地方叫3方联盟，这个地方干脆叫5方联盟算了啊。到了北方的，包括埃及那些地方，你们叫10方联盟，这样可以。共产党是一个基因突变极其快的一个政党，你别一天到晚按照30年前的方式去研究共产党，你怕吃多了是不是嘛？在我看来，就是在美国待的这一群混账东西，真的是吃多了的。传媒这个东西一定要在美国打倒的。你看看在美国生活的这些传媒，你要说哪一个跟共产党说话
只要帮中国共产党说话的这批传媒，那100%的是有问题的。以共产党的渗透方式，你们不要用圣母婊的方式去理解共产党，你们用你们的这种方式去理解共产党，那就是正好中了共产党的毒。对付共产党这种东西，不管你来的思路是好还是坏，都最好就是一刀切，切死拒绝，不能有野蛮一点点。本来有些相对独裁是有一定好处的，你比如说美国的政府，它的政治体系，它在某些方面就应该玩独裁啊。你这个东西弄凶了，成为第二个南非的时候，那就好玩了啊！有朋友就这样质问我嘛，啊，你都觉得本来在中国那边你的武装起义就没有搞成，那你到了美国之后，如果中国又入侵美国，又入侵成功了，你又不搞武装，这让我们的感觉到心里拔凉的，就这样对我说嘛。我说这我现在做节目不就是在瞒这个事情吗？我过去都说灭中国跟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不管美国的事，没啥意义对美国来说，除非把中国肢解了他才干。灭中国主要靠华人，靠中国人自己。但是现在的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改变一下，因为中国已经把美国打在那儿摆住了，入侵到美国本身了。那我也确实要说服一下美国或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人，把声音慢慢的扩大。南非是最好的一个参照物。以我的这个朋友，他自己给我回的信息，他今年的票100%的投川普了，没办法。他说他妈的太吓人了。他说过去在美国是找问题，那到了南非是问题天天就摆在面前，直接摆着的。我说那你现在返回美国来看，美国的好多城市就是天天摆着的，比如说亚特兰大，我说那就天天都摆在那儿的，你还敢吗？他就不敢了嘛。他说真的，我说的是对的。我是 Diamond 的，他说 Diamond 你说的就是太对了。之前大家都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吗？那种自信，美国人的这种自信，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啊！那共产党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还有那么多老美去到白宫的那个网站上去申请那个抵制禁止这个抖音和微信呢，老美耶，还到我的那个评论下边去在这劈渣的，老子看到他头都大了，我说他妈有这种人，老子进水了是吧？但问题就有这种人，而且还多了，在美国啊。不管我们的哪一个朋友现在看起来说什么佩洛西啊，民主党的人好的不得了，我跟大家说，你们只要这样说的话，我告诉你们，最好解决你们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你们到黑人区或民主党生活的区域去。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你们或长期在那儿生活，你们就知道你们比任何人跑得快，你们绝对比疯狗都还跑得快的。别在那个网络上装圣母婊，老子见多了的。我说实话，我之前也是一样，我跟很多黑人打交道的，黑人有非常多的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黑人区确实是容易出事，所以我才跟那些人说，在黑人区和白人区的问题上，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就老是说啊，你没在黑人区生活过，你不知道怎么着。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呀。问题在哪里我也知道呀，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才是关键的嘛。现在大家都把这些问题甩在那种传媒的问题上面，传媒就告诉你，现在的你们的日子不好过，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就是共产党的大外宣传播出来的内容。那么中国的人生活的好与不好呢，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是你自己懒。你看看他们就是这样的，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我用你的苹果手机，然后来骂你库克啊，用你美国发明的东西来羞辱你。你要说那你有勇气，你有胆量，你就不用啊？凭什么啊？他跟你说啊，你违反言论自由，你违反使用自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畸形思维和畸形人种。它不仅限于华人群体，它把世界所有的群体都可以笼络进去。你说可不可怕？那么到底是中国灭美国，还是美国灭中国呢？所以我才说，如果美国的这些政客们还一天到晚的玩这些招数，还玩得这么 low 逼的话，共产党灭美国是很轻松的。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共产党灭了之后，他不管啊，他要过来管吗？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党中央来管吗？喂，南非咋个管吗？美国就咋管嘛，对吧？那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那就是共产党嘛，他就是后台老板，就是我共产党呀。那里边的所有的人都是到了中国去留过学的，对吧？都是第二党身份，就是共产党，怎么做不到呢？最后把共和党一块干掉了嘛。最后他自己成立2个党，假装在那儿选来选去的，其实管他们哪方选，那都是我共产党的嘛。然后就开始搜刮美国的所有的资产，搜刮100万亿美元，然后拿1万亿来撒跟着3亿多人吃饭，只要你们的肚子饿不着，其他的一切都好说，就会进入这个状态呀。那就进入1984这部电影那个状态呀。
其实很多人就一直没搞明白这个东西。养那么多人好困难哦，我搜刮100万亿，养你3亿多人好困难，你们不是有病吗？你们脑子里面不是进的屎，也不是进的水，是吧？是进的脓包了。共产党搜刮资产嘛，都是这样来的嘛，他要的就是你乱呀，对吧？最后你还来求我共产党来帮你管，那好，我换一个马甲民主党，对吧？你们上街进人就一枪崩了，对吧？就玩这些东西，曾经的圣母婊民主党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枪杀党了嘛？真不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今天的南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南非去走一遭嘛，你们就在我朋友说的约翰内兹堡那个地方去，你们去生活一下试一试。因为我没去，我朋友说真的可怕，事实上就是可怕。说你只要敢公布你的身份是美国人的话，弄不好真的会当场给你打死在那儿。但是呢，说是中国人的话，基本上不大会的有点像那个宣传里面说的是真的。这就是他自己说的，他完完整整的接受了我的这种说辞，是洗脑的结果。正常的传媒应该传递什么？爱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共同把这个国家给搞好，而不是搞乱，这才是正常的传媒。但是入侵式的传媒，他不是这样宣传的，他要宣传的东西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那对吧？他们太坏了。你看看现在在美国横着吹的这些华文媒体，有几家不是天天说川普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吗？都是川普的问题。为病毒来也关川普的事了，搞得好与不好我都做过这个节目的。川普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但是川普是入关的这个责任很重。但是制造病毒是川普制造的吗？不是的嘛。我们现在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谁的对和谁的不对，我们要把它搞明白。川普也是受害者，这不就可以理解了吗？你现在把这撕撕裂裂也归在这个川普的头上打砸抢也归在川普的头上，尤其是那些死不要脸的，还到川普的什么酒店的外边去喷那些油漆，然后写那些什么字，这就更不要脸了嘛。这种没有组织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再怎么受教育和不受教育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你就算那些街头英雄嘛，就是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黑道那种，在美国叫街头英雄。你就算是那些街头英雄，人家也不会做这种嘛。所以在川普大厦的周边行那种乌七八糟的这种言辞，那背后就一定有组织的。你们看不懂，我是看得懂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并帮我转发，也最好希望大家参与评论，谢谢你们，非常感谢。shadows